这里是 Forecast Happyology， 欢迎大家跟着苏苏丽一起去占卜旅行。今天要去的是京都的毗沙门堂，它并不算一个热门的景点，但其实交通非常的便捷，很容易到达。从京都车站坐东海道山阳本线的火车到达山科站，其实只需要一站约5分钟左右。然后再散步15到20分钟，就可以到达毗沙门堂。参拜的人并不到拥挤的程度，红叶的景色经常被当作杂志的封面。如果可以选择刚开门还有即将关门的时候造访，那么会更加的清幽。途中会经过赏樱花的景点山科书水，若是在樱花季节时期到访，是绝对不会错过的。我也是在一本书上看到而兴起造访的念头。樱花与嫩黄的油菜花并存的风景并不多见。爬上陡峭的楼梯，会看到一扇大红色的人王门，这是正门。以枫叶著名的红叶阶梯在另外一侧。所谓的门基寺院是指皇族还有公家等出家并担任寺主或是门主的特别寺庙。毗沙门堂也是具有门基地位的寺庙之一。天台宗将包括毗沙门堂在内的5个寺庙总称为天台宗京都5个市门基，其余4所为妙法院、三千院、青莲院以及曼殊院。必须注意，许多知名的拍照景色是在本殿的后方，包括著名的晚翠园还有高台辩才天，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错过了。毗沙门堂属于天台宗，是在大宝3年，也就是西元703年，由日本的文武天皇的敕院所建立的天台宗寺庙。敕院是指日本天皇或是上皇发愿，祈愿护佑国家、皇室繁荣所创建的祈愿寺庙。毗沙门堂最初位于京都的出云路桥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寓所北侧，被称为出云寺，后来才改名为毗沙门堂。毗沙门堂的奉拜本尊，传说是由天台宗总本山比瑞山延历寺的本尊药师如来的剩余材料雕刻而成。而自从本尊正坐在山科地区以来，只有一次现身于参拜者的面前，非常的罕见，而被视作密佛。而平时则被收藏在本殿中央的香橱里面。毗沙门天自古以来在印度被奉为财宝之神，在佛教之中，他是守护法神，负责守护北方，也被称为七福神和4天王之一的多闻天。除了勇猛的形象带来胜利好运之外，还有商业繁荣、财富、福德等参拜的益处。
现在就请大家静下心来，以直觉选择一支毗沙门堂的灵签。第18签，今后能够摆脱以往的黑暗处境，运势将会变得更好，从平民的白衣变成贵人的绿衣，烦恼将会消失，能够获得财神庇佑，得到的宝藏互相辉映，闪耀着光芒。抽到此签的人，万事旧态改变为新的模样，请一定要敬拜神明，念念不忘大国变天，好事即将来临。病人的话将康复，能够开口说话，十分喜悦，稍后将有好事发生。诉讼将获得解决，失物将被找回，如果没有找回来，会有更好的物品出现。争执的事项即将平息，建造房屋会很顺利，婚姻的事项即将成功，万事顺利。等待的人即将到来，事情将顺利的进行。买卖之事皆为顺利，商谈的情况都很不错。问生死之事为生，道具的话选择丝线或者是精制品。第31签，北方的昆金尚未变身为巨大鹏鸟，在时机成熟前，静静地潜藏在深水之中，蓄积力量。当风起云涌，巨浪翻腾之时，将一跃跳至南方的极地天池。得到此签的人，初次思考的事情，刚开始难以实现，但最终会成功。心中不能存有恶念，潜心静待时机，之后会有大吉祥。向神明祈祷，则会有好运。病情会有些拖延，命运不会突然好转，必须努力治疗才能有希望。喜事会稍晚发生，但最终会有好结果。诉讼案件则会拖延，但最终会有好结果。争执的事情一开始会很激烈，但之后应该要和解。等待的人会稍晚到达，失物会稍晚找到。买卖交易是好的，但如果贪心的话会有损失。建造房屋是不错的，迎娶新娘是好的，再婚也是好的。生死是无法预测的，如果性格过于急躁的话，可能会发生憾事。
第53签，在长时间的困顿下，不停努力，渐渐得到回报，收到重要讯息与通知，被贵人交付了职责，拥有用印的权利，就像迟开的花终于结出果实一样，时运到来时，财富自然聚集而来。抽到此签的人如同春风中的寒冰一般，虽然以前历经了许多困难，但透过上司的引导，逐渐立身，从此苦难将消失。喜悦之事应该会推迟一些，病人应该会长寿，诉讼之事应该要避免，家庭建设、婚姻等事项不必操心，应该迅速行动，愿望应该会实现，买卖则都可以。生死之间十有八九能够继续生存。职业是商人，要细心且多得利益。有子女要珍惜培养，但即使到了25岁还没有子女，也可能晚点才能有。失物可能在东北地区，请去寻找。可以出发去旅行。第32签，就像璞玉深藏在不起眼的原石里面，以平凡的眼光是无法看穿的。当有一天经过技艺精巧的匠人判别，才能让琢磨过的宝玉现出冷冽闪耀的光芒。抽到此签的人，若是学者或是僧侣等等，会遇到好的师傅，自身的德性也会显现出来。普通人会得到贵人的帮助，或者是透过他人的引导而得到好的结果。无论哪种情况，一开始都会有困难，后来才会有好的结果。应该要相信因果报应。病人的病情会拖延，除了保持正向念头之外，应该换一个医生以求治愈。关于喜庆的事情，不会如你所愿，只有在你所期望之外的事情中，才会有好事发生。争执的事情，你会取得胜利；诉讼的事情，如果你持久坚持并且真心诚意，则会实现。等待的人会迟到。建造房屋、搬家、成年礼、迎娶、嫁娶、出发、雇佣他人都是好的。买卖是好的。与生死相关的事情，10之8九能活下来。工具如大刀、腰刀等将会成为重要的工具。除了广为人知的红叶，毗沙门堂也以樱花闻名遐迩。其实四季都有可看之处，特别是树龄超过150年的垂直樱，树枝长达30米，每年春天吸引着许多海内外的游客参观。春季主要有樱花、藤蔓、山葵、杜鹃等。寺庙内主要的樱花品种有染井吉野、垂樱、八重樱、细樱、
玉衣黄等，共约栽植80棵樱花树。那我们现在就来观赏镇堂之宝，拥有百年垂枝樱的梦幻仙境。